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名曲方彦先生所著的《60岁以后放下90%的烦心事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60岁以后放下90%的烦心事，你还要带着烦恼过完余生吗？第二，60岁以后首先应该舍弃的5样东西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60岁以后放下90%的烦心事，你还要带着烦恼过完余生吗？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时，都是一无所有，赤裸降生。当您呱呱坠地时，您只拥有生命和求生的本能，而周围的人却都为您的到来露出笑容。然而，随着成长，我们开始追求更好的生活，为此不断努力积累各种物质。我们添置衣物、家具、餐具、存款，购置房屋、工作等，让生活更加稳定。而在追求物质充裕之后，我们又想要更便利、更舒适的生活。于是，电视、手机、美容器具等现代化用品接踵而至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希望让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为了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即使不想去的聚会也硬着头皮参加，甚至勉强自己，委屈自己的真实想法。而在社会上生存，我们又不得不注重世俗的评价，努力扮演好人，展现谦逊，与他人比较以确认自己的位置。这样一路走来，我们在物质和心理层面都累积了许多东西。可以说，从最初的一无所有，到后来在身心上不断装饰自己。但当我们站在人生的重要节点上，回顾过去，并思索未来的方向时，60岁前后，许多人会突然意识到，我一直以为重要的东西，真的还有必要继续拥有吗？这个疑问并不是消极的，而是一个让人生后半段更加充实的契机。比如年轻时的我们可能被必须成功要成为某种人，别人怎么看自己这些观念束缚住，他们在某个阶段的确有帮助，但在今后的生活里，却可能成为累赘。您是否仍然背负着过多的心理负担呢？如果理想状态是像整理收纳柜子一样整理自己的身心，那就试着把长期存放在内心深处的观念和记忆都翻出来，留下真正重要的部分吧。然而现实中，大多数人很难专门抽出时间做这样的整理，而且更棘手的是，我们对自己积累的一切，往往怀有深深的情感依赖。丢弃穿了多年的衣服或家具尚且让人心疼，更不用说放下内心的执念了。但心理学研究表明，舍弃不必要的东西，有助于心理上的解放。例如，加州大学的研究发现，那些践行断舍离或极简主义生活方式的人，压力水平更低，幸福感更高。这不仅仅是因为生活空间变得整洁，更重要的是，做出取舍的决定本身能够提升个人的自我掌控感。当然，清理内心并非易事，但只要一点点开始，就能带来变化。例如，每周花一点时间问自己，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仅仅这样简单的自省，就可能让您的生活发生积极的转变。可以从小事做起，比如调整晨间习惯，看看日常行为中是否存在无意识的负担。人生的后半场，比起加法，更重要的是减法。这并不意味着损失，而是通过筛选真正重要的事物，让生活变得更加充实。因此，我们不必否定过去，而是要带着感激之心，温柔地放下那些已经不再需要的东西。在佛教世界中，执着指的是对事物的固守和困囿。佛教引导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内心的平静，而执着则被视为妨碍这种平静的烦恼之一。一旦执着，内心就会被束缚，无法解脱。同时，由于害怕失去所执着的东西，心灵也无法保持安宁。这就像抓取现金的游戏，如果想要抓住更多的钱，便会紧紧攥住，但手却无法从洞口抽出。只有减少手中的钱，或者干脆放手，手才能恢复自由。然而很多人不愿意放手，这种状态就是执着。当然，在人生中，你已经获得了许多东西，
这些东西曾让您感到富足，也许您一直认为它们带来了幸福，但反过来看，这些东西是否也在束缚着您呢？例如，表面上被世人认为是美好的成功，有时可能会成为妨碍您自由生活的枷锁。成功的人往往会被自己的成功所束缚，认为必须表现得像一个优秀的人，必须成为一个受社会尊敬的人。这些无形的压力可能让人寸步难行。此外，一旦成功，人往往会陷入必须追求更大成功的循环。成功本身会不断要求更进一步，原本可以放慢脚步，停下来休息，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，但过去的成功却不允许这样做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停下脚步，重新审视自己所执着的一切，并逐一放下那些不必要的东西。事实上，您人生中90%的烦恼都是源自这些执着。如果能够放下它们，您的内心必然会更加平静，行动也会变得更加轻盈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60岁后首先应该舍弃的5样东西。那么，在您过去积累的各种事物中，哪些是特别需要放下的呢？首先，60岁后最先要舍弃的是匮乏感。佛教认为，欲望越多，人的内心直到死亡都难以得到真正的安宁。因此，我希望大家能够放下还不够的心态。现代社会中，很多人都被这种感觉困扰，尽管物质生活已经极大的丰富，但依然觉得不满足。新的欲望不断涌现，日复一日的被这些欲望驱使着。你是否也曾察觉到，自己正被这种感觉所折磨？佛教中有一个概念叫少欲知足，意思是减少欲望，知足常乐，以此来让内心平静。这种思想在古希腊哲学中也有所共通。哲学家普鲁塔克曾提出，幸福来自于不去羡慕他人的拥有。换句话说，是否感到满足，并不取决于物质的多少，而是取决于自己的心态。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已经拥有了足够的东西，我所需要的已经在我身边，那么我们就不会因感到缺少而不断渴望更多。尤其是在当今社会，我们只要打开媒体或社交网络，就能看到各种富裕的人、时尚的人、外貌出众的人，以及那些过着看似完美生活的人。这样的环境可能会让现代人更容易产生自己不够好，自己拥有的不够多的感觉。然而，如果我们无法放下这种匮乏感，内心将永远得不到安宁。当然，人的内心并不会轻易就满足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人类正是因为不断感到不够，才会采取行动，推动自身成长。但另一方面，过度的欲望也会成为焦虑和压力的根源。例如，一些人难以控制囤货或不停的购物，这背后往往正是这种心理在起作用。因此，关键在于冷静审视自己的内心，思考什么才是真正必要的。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开始，例如在购买新物品之前，先问问自己：我真的需要它吗？也可以培养感恩的习惯，认真珍惜和享受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。这些微小的行动累积起来，能让我们的内心逐渐变得轻盈。归根结底，满足感和幸福感并非外在的东西，而是来自于内心。现在，请您思考一下，从今天起，你想要放下什么？你又想要珍惜什么？试着打开心灵的储藏室，慢慢整理。此外，改变看待事物的角度，也是摆脱匮乏感的有效方法。试着关注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，比如手机、热腾腾的饭菜、舒适的睡眠环境。虽然这些看似理所当然，但正是它们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安稳和健康。回想一下，为了得到这些，您的过去付出了多少努力？其实你已经拥有了许多值得感恩的东西。匮乏感往往来自对未来的期望，希望拥有更好的生活，希望更加富足。然而，我们常常因此忽略了当下的满足。练习感受我已经足够了，这并不是放弃追求，而是学会肯定现在的自己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二个，在60岁后最先要舍弃的，就是软弱的自己。在我们身边，总会有一些人，无论面对何种情况，都能保持内心的从容。
他们或是在受到批评时依然镇定自若，或是不受他人眼光左右，坚定地走在自己信仰的道路上，又或是他们在坚持自我的同时，也能与人和谐相处，既不会伤害他人，也能赢得大家的尊重。看到这样的人，我们常常会忍不住羡慕地想，如果我也能像他们一样就好了。但仅仅是羡慕，并不会让我们变得强大。真正重要的是，不是想着我也想变成那样，而是要下定决心，我一定要成为这样的人。只有迈出第一步，才会有真正的改变。那么，我们要如何接近那些内心强大的人呢？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佛教中的身、口、意的理念。这个概念强调，从行为、言语、内心3个层面去认识和实践事物。佛教认为，通过模仿佛陀的行为、语言和思维方式，我们就能够唤醒自己内在的佛性。这一理念同样可以用在我们追求成长的道路上。如果您渴望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，不妨仔细观察那些强者是如何行动的，当他们遇到困难时是如何应对的，他们会选择怎样的言辞，又是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度过难关的。有意识地模仿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，久而久之，您的内在力量就会逐渐成长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变得强大并不意味着要否定自己的软弱，相反，真正的强者并不是没有弱点，而是能够坦然接受自己的不足，并在此基础上努力成长。这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更加充实和丰富的过程。那么从今天开始，迈出第一步吧。当您面对困境时，不妨问问自己，如果是那个人，他会怎么做？也许有一天，你也会成为别人心中羡慕和敬仰的强者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3个，在60岁后最先要舍弃的，就是焦躁不安的心。当您听到顺其自然这句话时，会有什么感觉？也许有人会觉得这句话带有一种放弃的意味，甚至显得有些冷漠。然而，一休禅师的这句话其实蕴含着更深层次的智慧，只要已经尽力了，就不要再担忧，顺其自然吧。这是一种温暖的鼓励，而不是消极的放弃。关于一休禅师，有这样一个故事。晚年时，他离开自己担任住持的寺庙时，给弟子们留下一只箱子，并交代道，只有在无计可施、陷入极度困境的时候，才能打开它。数年后，寺庙因外界的动荡而面临存亡危机，弟子们束手无策，最终决定打开那只箱子。里面只有一张纸，上面写着简单的一句话：顺其自然，不必忧虑。这句话并不是让人无所作为、消极等待，而是提醒我们在尽了全力之后，也要有接受结果的心态。事实上，一休禅师的弟子们在寺庙危机之际，并没有坐以待毙，而是想尽办法努力应对。然而，现实并非所有问题都能靠个人的努力来解决。当他们意识到再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时，便下定决心停止无谓的焦虑，以更坦然的心态接受现状。人生中，我们常常会面临类似的困境，尽管已经全力以赴，情况却依旧没有好转。在这种时候，人们往往会陷入焦虑和不安之中。但要明白，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凭个人意志改变，事情的最终结果往往需要多种因素，也就是缘分的促成。而这些因素有些是自己能够掌控的，比如自身的努力，但有些却超出我们的控制范围，比如家庭状况、经济形势、社会环境等。因此，一休禅师所说的不要焦躁这句话就显得尤为重要。首先，我们要尽自己所能，全力以赴去努力，但当发现已经无能为力时，就应该学会放手，相信事情总会有它的发展方向，不再过度执着和焦虑。这并不是消极的放弃，而是为了避免无谓的精神内耗，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前行。当然，努力和挣扎本身并不是坏事，它意味着我们愿意积极面对问题。但如果让自己长期陷入焦虑和折磨之中，反而会消耗大量的精力，
使自己变得疲惫不堪。因此，关键在于把握挣扎的界限，找到适当的时机放手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自己已经在某件事上挣扎了多久？据说这本书的作者也会给自己设定一个挣扎期限，最长不过几周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会尽可能地采取行动，尝试解决问题。但如果时间到了仍然无法改变局势，他就会果断选择顺其自然，不再让自己陷入无谓的焦虑。这样一来，心态便会更加从容，甚至能够自然地看到下一步该怎么走。顺其自然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，而是一种我已经不会再后悔的坚定态度。试着学会适时放手，相信自己已经尽力了，然后带着勇气迈向新的方向。也许就在不远的前方，新的道路已经在等待着你了。接下来第4个，在60岁后最先要舍弃的是政论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常常会听到许多应该这样做的政论，比如喝酒过多会伤害身体，如果不早点睡，明天会很辛苦，现在应该存点钱等等。每当听到这些，我们往往会心生认同，觉得确实是这样。这些政论大多源自过去的经验和教训，因此他们有着分量，也没有什么反驳的余地。然而，或许你也曾有过这样的感受，明知道别人说的有道理，但听了之后心里却感到不舒服，甚至有些困惑。这就是政论的难处所在。由于政论本身的正确性，它常常会在无意间给对方带来反感和压力。如果我们带着“我做得到，您为什么做不到”的心态去说政论，这些话可能会像刀子一样伤害对方。我们需要理解，政论并不总能推动人们行动，光是说出正确的话并不够，理解对方的感受和情况同样非常重要。例如，如果您的朋友晚上喝酒喝得很晚，不要直接说喝酒不好，而是可以加上一句“我理解您想喝酒的心情，但我有点担心”。这样说出来，朋友的感受就会有所不同。政论有时并不会让我们获得自由，反而会让我们感到束缚。当我们固守着应该怎样、必须怎样的思维方式时，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，都会感到窒息。所以，学会放下政论主义是非常重要的。这并不是说不讲政论，而是要学会灵活、宽容地看待问题，接纳不同的生活方式。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时刻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不是用政论压倒对方，而是尊重对方的情感和处境。我们的人生并不是仅靠政论就能推动的。我们要认识到，在一些情况下，100%正确的说法可能并不会有帮助。因此，我们要学会宽容和灵活，尽量以更开放的心态生活，这才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的关键。接下来第5个，60岁后最先要舍弃的是努力这个概念。人们常说，年纪大了就会变得固执。那么，这真的是事实吗？说到固执，往往会给人一种负面的印象，但作者认为，固执其实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后形成的一种自己独特的做事方式。经过多年的经验，经历了失败和成功，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正确方式，并且珍惜它。这并不是坏事，反而是证明我们努力生活过的痕迹。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对努力这个词的理解。在日语中，努力有2种不同的含义，一种是积极的，带着微笑努力，充满温暖的鼓励；另一种则是固守己见，执着于自己的做法和思想。问题在于第2种努力，坚守自己的信念固然重要，但如果只是为了维持或固守自己的方式，这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困境，甚至加重自己的痛苦。而且不知不觉中，这种努力可能会疏远他人，或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。在佛教中有一个缘起的思想，意思是万物都由因缘聚合而成，没有固定不变的实质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的我也并非固定不变的，而是不断变化的。昨天的我与今天的我不同，今天的我与明天的我也会有所不同。这是我们通过经验不断成长的体现。接受这一观点后，可能会让您对努力产生的压力
有所缓解。例如，当我们认为必须这样做，或者我应该是这样的时，不妨重新思考，这种努力是否真的有必要。如果我们意识到这只是单纯的努力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拥有一种自由的心态，认为改变也没什么不好的，甚至可以享受变化带来的乐趣。我们往往寻求不变的安稳，想要永远保持同样的自己，过同样的生活，这是自然的情感。但其实，改变并不需要害怕，反而改变本身可能是人生的乐趣之一。比如开始一项新的兴趣爱好，或者去一个新地方，可能会让我们发现自己未曾预料到的一面。当人生进入下半场时，不妨稍微放松一下，减轻以往的努力，顺其自然地享受自我的变化，保持心态的愉悦。享受这种变化，绝不是懒惰，而是一种不那么拼命的选择。今天的我，是昨天的经验积累的结果，而明天的我，将是今天的我所不一样的。我们应该积极地接纳这种变化，享受今天的自己，这将成为我们今后生活更加丰富的启示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